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地方算是很少见，非常非常的少见。那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给大家几个提示，看你们猜不猜得到。第一，它有人可以唱歌；第二，有女生可以陪你坐台；第三，它楼上有房间。那你觉得呢？会不会是外籍的？又会不会是本地的？又会不会是以前的豆干错呢？你觉得呢？那这个地方怎么废弃的呢？其实像这种地方，在台湾基本上是不合法的。当然被警察抄了几次之后，它自然而然也就废弃了，不是吗？然后呢，像这种地方的店，大部分都是客人年纪比较大。那有一些客人，假如说他已经走的话，是不是客人也会变少呢？那当然，今天这个地方废弃，或许有原因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喽。来，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一片的森林？没错，我这个地方本来想要从外面拍进来的，但你看这个地方，我知道怎么拍。我用这装备这样子勾来勾去，森林啊！好，转过来，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这个样子。你觉得这里是什么呢？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像是花圃的地方。然后那里好像一个院子等等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讲再过去一点那边其实有一个庙哦，这里基本上已经很难再走过去了然后这地方怎么是用这种装起来的？没错，它有2层楼好，红色的这个地方其实我没有走到里面，我光看外面。假如它又是漆红色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宫庙。但是你进来看，你觉得它是宫庙吗？当然不是。哇，人形误判。然后这个地方好多鸟笼哦。爱鸟协会吗？我不知道。但是你看，马年，这里是，哇，10年了，2014年。然后这边等一下再看，日式的灯，一堆贝壳、啤酒。那其实我刚刚那个已经有说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有着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听完开头也大概知道了嘛，对不对？没错，这里确实还蛮像的。为什么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然后呢，这里有一些东西都还留着诶，束带，还有药膏，生痛药膏，还有烟的东西，电锅、2锅头、酒。然后这里是他的厨房，风大那吹起来声音好多呢，很多耶。提到晚了。虽然它外面有路灯，可是我必须说，隔一个树丛里面的氛围跟外面其实差很多，差很大好，
后我必须说他的浴室其实留下蛮多东西，而且生活感倒是蛮强烈的耶。所以他，对啊，这里也可以洗澡，然后可以贴，也可以上厕所什么的。这个是自家用的吗？不知道。不管怎么样，要继续下一步之前，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说说这里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吧。至于这个地方它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我必须说，这种地方大家或许会想到，就是有可能一些男生被欺骗感情之后想不开，用不好的方式怎么样。但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传说是反过来的。那这个地方我其实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它就是一种像是比较 local 的酒店。然后呢，当然会有些人会来这边嘛。那其实这里早期是听说是越南籍的小姐陪你坐台。那当然越南人有一些又很漂亮嘛，然后其实还蛮性感的，我必须说。好，那这些越南小姐在这边上班，当然他们每天面对这些男客户，他们也就是一直很努力的陪笑。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好像是做工地的吧，带他朋友过来，然后他朋友其实还蛮年轻的，然后也长得帅帅的，然后又嘴巴很甜。那当然他就跟这些越南小姐啊在那边讲到后面，哇，这个越南小姐听得好开心哦，心花怒放。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些越南的小姐或者是这些越南人来台湾，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结婚的名义进来，拿到观光签证拿到这些签证之后呢，再出来工作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人做的这种工作就有可能当然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生活所逼嘛。好，那这个越南小姐看到这男生又帅，当然一个女生的心态当然比较喜欢帅一点的男生嘛。那当然有一些娶了一些越南老婆，那有一些另一半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结婚，所以找个外籍的这样子。那家里基本上也没有那么的幸福，所以自然而然这个越南小姐就被这个男生给牵着走。然后呢，这个越南小姐就一直很想要跟她原本的丈夫离婚，但她的丈夫当然不想嘛。然后这丈夫也不知道哪一天查到说这个越南的他的老婆在这个地方工作，一次还从事了一些什么样的交易，所以他非常生气，要离婚啊什么之类的。可是问题是，假如是被发现这样离婚的话，那他假如不能马上结婚，他基本上就等于是会丧失这样的一个一亲的签证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就被东窗事发了嘛。然后他就求说那个嘴巴很甜的那个男生说：“你可以娶我，拜托，要不然我现在就有可能要回去了。”等等之类。那个男的嘴巴说：“好，没问题，交给我。”结果到最后人就跑掉。那当然这越南的女生嘛，就被骗了感情之后，虽然没有骗到钱，可是问题是她的生活已经是进退两难，要么就回去，要么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有些来台湾，有时候也是借了很多钱来的。最后他用不好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呢，这个地方就开始传出一些绘声绘影的传说。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因为他用不好的方式离开世界的地方，好像据说是在这里的2楼某一间。然后呢，就有时候在这边上班或客人啊，最早有一个客人来，然后呢到那个房间。在等那个小姐过去的时候，原本那一个轻生之后的小姐，越南小姐，跑到她房间，然后跟她嘘寒问暖啊。然后最后那个小姐离开了之后，原本要服务她的小姐进来，然后那个客人就说：“我之前看你们那个小姐，那个越南小姐，她今天怎么了？怎么看她今天好像都不在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当然，原本那边工作的那个其他的小姐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她也不敢声张哦，就把那个事情做一做，做完了之后就跑来跟老板讲。老板就想说会不会是有可能他用不好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他的灵魂一直徘徊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呢，也请那个原本就是那个嘴巴很甜的客人来说，你看能不能帮他怎么样？因为他有个心愿未了。就那个男的也很过分，来了就随便讲个几句之后，然后就跑了。之后要再找这个人找不到，变得是说他也没有很诚信的要把他带回去等等之类，像冥婚之类。那最后那个老板最后找个老师来处理，然后老师处理之后，就没想到老师也是很用功这样子，然后加上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派的地方，所以说老师就随便坐一坐就走。然后事后这个女的听说还一直徘徊在这个地方，甚至会有一些客人在唱歌的时候，还会在电视机里面看到那个女孩子出现。之后呢，她倒了之后，这边变废墟了。有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其实这附近也没有住什么人，但是周边的村民都有听说过，说在这个地方常常会看到一个女生在叹息，在等什么，所以最后旁边也盖了一间土地公庙来保平安。好，那这就是我知道这里的传说跟故事。接下来把三峡景看完，顺便来做个问与答，问问看他还在不在这里吧。好，介绍完这边的故事之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电表已经全部拆光了。对啊，它这里是赏鸟俱乐部吗？斗鸟的之类的。其实这以前香港还蛮多人不是都会去遛鸟吗？对啊，这样甩，还在。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沙发。哇 ，BOSS 的音箱还不错。来，这里也可以给你唱歌哦。所以我跟你讲这里是什么吧，你这样就知道了哈。还有眼镜、投币的。哎，等一下，哈哈，我想也是，没钱了。有钱应该也被人家拿走了。啊！哇！天哪！我800年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 ！Sony 的这喇叭，龙千玉。我的天哪，东西好多哦！好。来，1楼的最后一个房间，这里像是仓库。有人说这里是哈利波特的房间，沉重，然后这个可以板斗。雨衣，你的黄色雨衣为什么钉成这个样子啊？而且它是钉死的。诡异。好，那基本上1楼的部分，也就是会员能看的部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是会员才能看的部分哦。所以呢，先跟非会员的朋友说声拜拜。Спасибо.